曾经我也有个幸福的家庭，在我最相信他的时候，他却深深的伤害了我。虽然他有向我认错，可是我没办法从心里面原谅他。所以后来我想尽各种办法看住他，甚至做出了一些我现在想想都很过分的举动。我做的这些可能对他造成很大伤害，最后他都求我放过他，我们只能选择离婚。可是和他分开以后，我才发现我当初真的错的有多离谱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错了，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在小片当中，我们看到了女生自己的一个忏悔的独白。她说：“对于这段失败的婚姻，我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。”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曾经的夫妻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阿丽37岁，来自杭州自营店的店主；女主人公小华32岁，来自杭州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密码箱里的秘密，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布吗？我愿意。今天是想来复婚？是的。你也想吧？我不想。当时离婚是他提出来的？我提出来的。但是他求着我让我离婚的。哦，你们离婚多久了？差不多快半年了。离婚的理由是？就是我之前的话一直在做生意嘛，有跟客户一起吃饭，他过来二话不说，直接一推门进来，就往客户身上撒酒，还骂人家。我都快谈好的单子了，就这样被他给我那时候不是你急吗？我打你电话打那么久，你也不接。我之前跟你打过电话，我说我手机没电了，我会迟点回来的。你手机没电了，他怎么能找到那儿的呢？他叫他表弟跟着我啊。之前的话，他说他表弟在家里没事情干，那他表弟会开车嘛，那我就安排他在公司里面就是做了个驾驶员嘛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表弟是专门跟着我的。我有一回我专门堵他表弟。我说你干嘛老跟着我呀？你不公司里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吗？然后他表弟就直接跟我说了，他说就是我姐叫我跟着你的，他不放心你。那你都安插了人就应该放心了，明明知道他在谈业务，干嘛进去泼酒啊？我是打我表弟的电话，我才知道我的表弟没跟他在一块儿。就是你表弟只要一瞬间不在，你就怀疑你先生有问题，是吧？可以这样说。你除了派人盯岗之外，你还用过什么手段查他没有？他还查岗。只要我接任何的电话，他都会凑在我身边来听一下。男的就算了啊，女的他就问，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拿你手机还不是看到不应该看的，宝贝，你起床没有啊？我回到家啦，怎么的？很暧昧。还有一个通话记录，比我打的次数还要多，一天打10几个。我那时候我很生气，叫他解释嘛，他说我就是跟那个女孩有事啊，那又怎么了？我有钱了，我男人在外面有点事情怎么的？我跟那个女的，我就是喜欢她了。我那时真的很气急了，我就自己喝了杀虫剂。你也知道，我单位里面那些小姑娘的话，她们发短信是有点过分。这个事情之后，我不是都悔过了吗？这个事情主持人都已经快2年了，这2年当中，我时时刻刻都在为她没有因为你这些事情，我会这样做吗？就是说，在2年多之前，妻子发现丈夫跟别的女人有暧昧。然后这个就开始用很多手段来限制丈夫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，出了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当时是很想就是跟他能够继续好好的把这个家经营下去的，因为毕竟我们还有个小孩嘛。然后他要求我就是把那个单位的那些女的辞掉，那我也全都辞掉了。但是后来他很离谱，就是我后来继续招的女员工，因为毕竟有时候你说前台嘛，总要招个把女员工的，他连这个都不肯放过，他说。就是不准有这种年轻的女的在，她连着1个月，天天跟着我上班下班，然后。但是因为刚开始你没有人嘛，我想帮你帮一把嘛。那你撑得住，小孩撑不住啊。然后。完了之后，小孩不是生病了嘛？不在公司的话，他就一天打10几个电话，查我岗，说你在哪儿啊？在公司的话，让我把公司电话回过去。如果说在外面应酬的话呢，他就说你把手机定位一下。我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，把我的通话记录全部都给拉出来。男的。就算了啊，然后女的话，他就跟他们说，哎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那万一那个女的稍微说的不好一点，还跟人家吵一架，这搞得我在我的那些客户面前那也不是，也是过去我那时候不是因为你吗？这2年期间，他没跟什么其他的人有来往吧？那是因为我查得紧。为什么离婚呢？是熬不下去了是吗？
这2年当中的话，他真的跟以前大不一样。像以前的话，我回家的话，他总能够给我做个热饭、对啊，热你就菜之类的。是你想想看，现在我原来的时回家候对你多好，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？还不是因为你外面有人呐、你出轨了，我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要求我中午也要回家啊，晚上也要回家。我公司在杭州，我们家买房子买在萧山嘛，来回车程要1个多小时，整天在路上就花好几个小时。有一回晚上我回家的时候，路上因为太累了嘛，差点出了车祸。我回家本来就跟他说一下，我就说差点出了事情啊好，他还说你是不是路上跟别的女人打电话没留心跟人家撞了啊，而且还说那也不是气话吗？欠你一条命，随时你想拿回去就拿回去。谁欠谁一条命啊？我服毒自杀了，然后他说，以后你不管怎么样，你这条命就算我欠你的了，所以我就说你就欠我一条命。这2年当中，我这样每时每刻，你说什么我什么事情不答应啊？就算是赎罪，我也该赎回来了吧？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赎罪啊？你不想想当初你是怎么起来的？还不是和我从娘家借钱啊？那时候我对他实在很好，实在是受不了他出轨的事情，所以才会我做出后面的种种。他是跟你吃了很多苦是吧？应该是的，我们是网络上认识的啊。当时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年纪还轻，才19岁。他是不顾他家里的阻拦嘛，到杭州来找我的。其实我一直到他自杀之后这段时间，我一直都是想好好跟他过日子，包括我一直在赎罪，因为之前的确我承认那个时候跟那个女孩子是有点暧昧，但是我想我这赎罪这么久了，我真的到后来我真的根本生意都没法做了。他等于说不顾自己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你是吧？对对对。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你后悔出轨吗？后悔。再让你出轨你还出吗？肯定不出。好，哎，你后悔离婚吗？后悔。想复婚吗？我想。想就好好谈。可是我真的怕了啊！我觉得他都已经有点变态了，就是以折磨为乐趣了。我倒是觉得男人要一出轨，女人都这么折磨男人，男人肯定就不敢出轨了。我一回家，他就没有一个好的脸色给我，就跟我欠了他几百万似的。所以你才提出的离婚是吧？提出离婚的话，其实那次就是泼酒那次，那个单子其实蛮大的，可以说是我公司整个一个转折点。多少钱的单子？200多万。其实生意无所谓，我最心寒的就是我这整整2年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一点变化都没有。他哪怕只要稍微对我好那么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还有孩子啊。孩子多大？孩子4岁了。离婚以后跟谁过？跟他。哦。他每个月也会来家里啊，看看儿子。我真的很想还是像原来一样，当初他没有发生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心里实在是那个事情无法放下。就是那个坎儿你过不去。对，我就那个坎过不去。那现在他要跟你复的话，这坎儿能过去吗？我会尽量的改吧。哎呀，所以你说这个出轨这事儿多伤人呐，完全把一个人改造了哈，改变了。哎，你离婚的这段时间觉得解脱了吗？心里其实是没什么太大，但是就是说从生意上来说，的确好了一点啊。对，也没什么事，天天在公司待着啊，也不敢有什么事儿吧？不敢。就是这么一个局面。4位老师，你们看怎么办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从表面上看，是你的先生对婚姻不忠，意图出轨，跟女同事暧昧。跟你们的原因是什么？男人有钱就变坏？不是。我看到的背后的原因是他在不断进步、越来越忙碌的同时，你没跟上他的脚步。全职太太是付出很多，但这不应该耽误自己前进的步伐。大姐，我觉得你被你老公落下了，出轨肯定不对，这个我们不做深入的讨论。最关键的是出轨发现之后，你用那么极端的方式来惩罚自己，也惩罚他。因为我远在娘家，在江西嫁过来，也是受了很大的阻力。然后我跟他一起创业的时候也是很艰苦的，我压根我就不相信他有这个事情。这些我们都知道，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有用的话，他就不会出轨了。想没想过自己的问题？你经营好自己了吗？经营好你们的婚姻和爱情了吗？如果说你们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他承担80%的责任，还有20%责任是你自己。说实话，我不怕你不爱听，大姐，你一脸怨气。我看到了一个中年的祥林嫂，
没有人32岁，什么叫中年？你32岁了才，对不起啊，一口一个大姐。我说了很多刺激你的话，但我是为你好。妹子，女人最大的事业是经营好自己，只有对自己好，让自己过得精彩，你的丈夫、你的孩子、你的家庭才能真正的幸福圆满。场上只有咱俩是女生，我不妨给你提一个建议。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你可以去经营一下你的事业，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他身上。那时候不是没有工作吗？咱没有工作没关系，咱可以找一个其他的注意力转移一下。我特别能明白，就是说你一旦触到那个点，所有东西就全都爆出来了。这个我特别明白，女人都是这样的。但是你不妨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，把这个点转移一下。你让他也松口气，你自己也松口气，你自己也不会活得那么辛苦。刚刚赵老师问了他很多问题，他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自己做错了，而且你问他，你还出吗？我不出了，我付出的代价特别大，我一下失去2个人，而且我不相信他离开你，他舍得。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状态。有的时候你成就了一番东西的时候，他提到你的时候，他也会觉得脸上很有光彩的啊，我老婆怎么样，而不是提到你的时候，你看上来就先说我老婆泼了我客户一身酒，对吗？对。首先我先说一句哈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反面教材，给那些正在蠢蠢欲动的所谓成功人士一个警醒。别多点钱就烧包，别抱侥幸心理。同甘共苦的夫妻，现在成了准备同归于尽的仇人，多可怕呀！那时候气急了嘛，他不让我好过，我也让他不好过。你这次希望提出复婚，是你还爱着这个男人，还是说想给自己所谓的一个家？如果真真正正是你要一个爱的男人回到你身边，你要学会如何重新开始去爱。之前那些已经既往不咎了。如果一旦他有可能回到你身边，你还是要拿出一种要去自虐，然后又虐他的这种行为、这种心态意识去对他的话，他还会走的。现在你其实要找回一个爱的能力，真真正正你去看这个男人，他身上有你喜欢、心仪、想要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东西，按照这个感觉走，重新开始，给他机会，也给自己机会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家。先问男生一个问题。是先有了欲望才有了法律，还是先有了法律才有了欲望？先有了欲望啊。没错，你就是先有了欲望，才有了禁忌，来惩罚你，来规劝你，来帮助你修正你的道路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个过程不能这么长，就像你所说的，我已经赎罪了，但是毕竟是你犯错在先。其实我很欣慰的是，他没有产生再次想要冲破的欲望，他没有这样去做，而是选择了离婚的方式来取得自由。这一点是我比较欣慰的。我几乎愿意相信你不会再犯错，因为人性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向善的。比如说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永远记住的是一起哭的人，而不会记住一起笑的人。因为哭的时候恰恰是彼此共同经历磨难的时候。我想对女生说的是，如果你一直认为你的爱人就是个债务人，而你以债权人自居，那婚姻就变成了偿还债务。如果你还要对你的债务人不断地进行羞辱，他就会觉得没完没了，反正还不完了，索性我就不还，就成了一笔烂账。到时候是你伤心，我也伤心。事到如今，你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脸上就写着8个字：恕你无罪，跟我回家。但是这个恕字恰恰已经证明了他还有罪。婚姻不是惩罚啊，一天到晚在一块就是你惩罚他，看着他难受，你未必会有快感，其结果还是自我折磨。所以我还是原来那句话，如果你只想做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女人，就放开她。如果你要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，需要忍受痛苦、痛楚，还要有一颗智慧和包容的心。如果你做得了这样的女人，你就复婚，否则的话，你就是迈不过这个坎，千万不要自我折磨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其实能够同苦却不能共甘的夫妻，是最让人可惜的。苦的日子全过来了，稍微好了一点，彼此不能过到一块儿了，
想一想，其实在生活当中，我相信男方也应该相信，这一辈子也不再会有一个女人像他一样，你在前面骑着车，他在后面推着车，不会再有女人给你这样的感受，再也不会有。所以我都希望你们俩好好珍惜，但前提条件还是我说的，你能做，眼里能揉沙子的女人你就做，你做不了就拔腿就走，彼此还能活得快乐一点。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够祝福你，就这样。谢谢。我能够理解，当发现自己信任的一个人背叛自己的时候的那种痛，我们都理解。我也能够理解我们在那种情绪下做出的一种非正常的举动，所以我倒觉得，先把复婚的事儿放一边，你自己先做一个调整，你也做个调整。其实真的经历这样坎坷之后，可能比没有经历坎坷的要幸福，因为懂得珍惜了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知道我过去你的一些事情对你的伤害很大，那当时也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走出自己那个心坎。我会试着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还像以前一样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好好的把这个家经营好。希望我们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幸福的过日子。因为你也犯错了，我也原谅你的。我希望我犯错了，也希望你也能够原谅我。来，交换一下你们的秘密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，看好他们破镜重圆吗？看好选赞成，不看好选反对，请选择。现场61.54%的观众是看好的，来，我们听听他们怎么想，看好还是不看好？不看好。我觉得这个生活里头，如果要是夫妻双方经常会有这种猜疑的情况下，我觉得生活过不好。您看好吗？看好吧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最初的感情基础还是很不错，关键在于是不是这个女生能够放弃心中的那个坎儿。决定权当然在人家自己的手里，看看他们自己怎么想。5、4、3、2、1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稍后继续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，爱着你，有悲有喜，有你也明白你。谢谢老公，肯原谅我。来，箱子给我，哎，别抱了，别抱了。看一下，来看看女生给老公，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，其实我们在创业的时候，我怀过一个孩子。每天看着你辛苦的忙工作，我去医院独自把孩子给流掉了。老人们说小产也要坐月子，但我当没事儿。男生给女生写的，我一直知道当初你从江西嫁到杭州，顶着巨大的压力。自从我生意有了起色之后，我一直瞒着你，每个月却给你父母那边寄钱，让你父母知道你跟着我没有吃苦，直到离婚以后，我也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，还是个好人呢。我现在转出来的话，其实并不是同意他那个跟他立刻复婚，我想看看他这段时间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啊。而且他之前这个事情我也的确蛮感动，之前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样啊，你向他求婚，好吧？好的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瑟，何来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给阿姨，这个给错了。谢谢你们俩啊，慢一点，好可爱的一对宝宝。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。
当嘉宾把这个礼盒送给他心爱的人的时候，希望他在心里是发自内心的念那样一句话：爱要有你才完美。女人向男人求很那个的，那算了吧。求的。不求吧，多没面子呀。为了自己的爱情，我觉得这个值得的。哎，你能真心改过去那个错吗？我早就改了呀。好吧，时间留给他们。各位，请见证。这我第一次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，我也没有做过这个事情。因为当初我记得你向我求婚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亲爱的，我会爱你，会让你父母祝福我们的。之后我对你种种的猜忌，导致于我们现在闹成这个样子，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结果。所以今后我会改正自己，把这个家经营好。老公，没有你我不知道怎么过这个日子，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怎么动啊？你给他戴上不就行了吗？来，亲一个吧，亲一个吧。祝你们幸福吧，以后别再那样了啊！我会的，我会改正的。请回啊。